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周三报道，俄军在马里乌波尔一处属于乌方军事力量亚速营的基地内，发现一本名为《战役军事英语》的军事英文教材。教材内容涵盖北约历史、内部架构和扩张阶段，也有美国和英国部队的标准惯例和规定等内容。其中有章节介绍部队编制、军衔和各自徽章。在课后练习题中，有教人如何看北约地图的内容，包括介绍北约地图通用符号。这些符号用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战斗单位和防御工事。乌克兰副总理维列修克同日表示，已向俄罗斯建议用俘虏的俄军士兵交换困守亚速钢铁厂的受伤乌军撤离，但双方未达成协议。据称，目前仍有约2000名守军在场内。而乌军日前则放出消息称，在一场反击战中取得了进展，这可能标志着战争势头的转变。一名乌军方消息人士称，乌克兰军队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北部和东部推进数日后，周三上午已距离俄罗斯边境仅几公里的范围。路透社认为，如果这种推进持续下去，乌克兰军队可能会威胁到俄罗斯主要攻击部队的补给线，甚至将俄罗斯境内的后方后勤目标置于乌克兰炮兵的射程之内。周三，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向法国大学生发表讲话，他再次表示，如果乌克兰早在北约有一席之地，战争便不会发生。泽连斯基指，唯有恢复统一、收复领土时，战争才会结束。泽连斯基还在当天另一场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将与别国一起竭尽全力打击俄罗斯，并持续与有关各国讨论其安全保障问题。Вперше в історії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коли є можливість зафіксувати такі гарантії. Не щось у меморандумі, не якесь декларативне бажання якогось курсу, а конкретні гарантії. Не тільки юридично вагомі, але й прописані так, щоб було зрозуміло, що конкретно, хто конкретно і як конкретно нам гарантує. Дай Бог. Звичайно, що всі ці речі не запрацюють за один чи декілька днів, але я впевнений, що цей травень в українській історії матиме особливе значення. 外界认为，泽连斯基态度的变化与美西方持续军援有直接关系。周二，美国众议院以大比数通过对乌克兰40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内容包括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投放50亿用于解决因战争导致的全球粮食危机等。Але не тільки. Це також підтримка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оєнних злочинів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окупантів, підтримка дипломатичної роботи та інше. 有观察指出，目前拜登的策略非常明确，那就是继续给局势拱火，绝不让乌克兰停止与俄罗斯对抗，目标就是拖垮俄罗斯。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就要临近，所以民主党，然后拜登他要做一番这个姿态啊，要显示对美国这个利益的捍卫，对这个俄罗斯的所谓的这个美国的敌对势力的一种打压啊，然后以争取他的这种政治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从这个2月底以来，这场冲突啊，其实持续的时间越长，给西方会造成一种错觉，就是可能俄罗斯在这里面相对的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更激发了这个包括乌克兰在内美西方它的这个自己所谓的这种决心。